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金秋9月是中国大陆的开学季，但是对于这届大学生来说呢，崭新的大学生活却并不美好。2025年的9月7号晚上，广东省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男宿舍爆发了一场抗议，有上千名学生高喊要学校退钱。放学压我2、3年，我校放学7年，有知情学生表示，该校从今年的8月23号开始就经常停电，有时一天停电超过了10次。这是8月23号晚间停电的场景。9月7号晚上，学生们军训1天后，竟然发现宿舍没有热水。广州天气很热，学生晚上却不能够洗澡。晚上9点15分，学校强行要求学生睡觉，宿舍随即停电，宿舍里空调也关了。热得没法入睡的学生们试图离开宿舍到户外乘凉，发现宿舍大门已被锁上了。气愤的学生们砸烂宿舍大门，冲出大楼，在校园内高喊退钱口号。也有人说看到学生手持棍棒在操场上追赶一名老师。哎，打起来一下，快打起来了！放学压我2、3年，我校放学7年。我操，打起来了！我去游行啊！放出一个下去打他！下去打他！大学生会打人！大学生会出去！我去游行啊！在广州，9月初仍然是比较炎热的，每天都需要洗澡。可想而知，学生在军训后又没水又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该有多么的崩溃。在学生大规模抗议以后，该学校终于恢复了供电。有知情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家长们，看看你们孩子在学校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吧。”网友们几乎是一边倒的都在支持学生。广东夏天经常是停电，真的是很要命，闷在房间里可能会中暑。00后好样的。所谓高级技工学校，结果是停水停电，虚假宣传，宿舍锁门，硬是把学生逼到了维权实训的现场。共匪总是命令自来水公司与电力公司频繁断水断电，威胁奴隶们，但这群年轻人才不吃这一套，直接上街了。共匪就停止了威胁了，再玩就该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了。做自媒体不容易，下面是一段广告，请大家谅解并支持，谢谢。大家好，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呢也是很大，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级的保健品 NP 高浓度鱼油，可以守护您和您全家的健康。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翟女士曾经饱受严重的过敏折磨，皮肤红肿硬块，晚上痛的是睡不着觉，中西吃了1年，也花了不少钱，也没有效果。直到她开始吃产自于北欧的 NP 高浓度鱼油与蓝莓素，1周以后呢，过敏症状减轻了70%，1个月后皮肤光滑如初。更惊喜的是，2018年她左脚脚筋断裂，而就在服用了11天的 NP 高浓度鱼油以后，肿胀淤血全部消失。她去看牙医拍 X 光片时呢，牙医发现她牙齿变好了，牙洞缩小，牙床提升，省下了近3000块的包牙的费用，连牙医都感到非常的惊讶。翟女士高兴地说 ：“NP 鱼油真是我的健康救星。”那么市场上鱼油品牌有不少，NP 鱼油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关键就在于它极其少见的92.5%的高浓度与纯度。原材料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的深海沙丁鱼，它含有欧米伽3，包括 DHA 和 EPA， 堪称鱼油界的顶级选择，能支撑心脑血管健康，提升记忆力，缓解过敏与关节的不适，能促进视网膜健康，还能够抗抑郁，提升免疫力。很多人服用后3高也恢复正常了，适合您全家人的服用。并且呢，它早已经通过美国的 FDA 和加拿大、欧洲等多国的认证，获得无数消费者的青睐。最近1个月呢，我也开始吃 NP 鱼油和蓝莓素了，
感觉精力更加充沛，眼睛也更加舒缓。您还在等什么呢？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快点击屏幕上的网址 naturalexcells.com， 现在有买6送1的优惠，我也会把网址贴在本期节目的描述栏当中。好，那咱们言归正传，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那也有不少在该校就读的大一新生披露说呢，广东省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在招生时呢就做了虚假宣传，但实际住宿条件却和招生时不符。学校宿舍的设施很老旧，脏乱差。这是该学校发布的介绍宿舍的视频。智能开门，打开开关，打开空调，大型衣柜，贝拉式储物柜，标配上床下桌，独立收纳储架。更讽刺的是，该视频特别强调不存在电量告急的情况。电量告急不存在的。这则学校对外宣传的视频同样强调优越的住宿环境，提到宿舍是上床下桌的标配，还提供24小时的空调和 WiFi， 还配有滚筒洗衣机和独立的卫生间、浴室。但是在学生眼中，真实的宿舍条件是这样的：说好的6人间宿舍变成了12人住一个房间，而且呢，只有一个老式的卫生间，看起来很不整洁。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的该学校的宿舍环境。有网友讽刺道：“开学即进场，言外之意，这不像是大学新生宿舍，反倒像是工厂宿舍。”可想而知呀，当这些大一的新生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的期待，来到现实中条件恶劣的宿舍时，一群大男人挤在一个狭小又燥热的房间，休息一天已经是汗流浃背，还不能冲凉，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而这也不是个别学校才有的情况。事实上呢，不少中国大学的宿舍都存在条件差的问题。一位妈妈送孩子来到湖南某大学报到，结果被学校教学和住宿环境给惊呆了。一下，这是学校吗？老师都不管的吗？这怎么睡吗？这还能好好学习吗？这就是学校。这是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宿舍环境。太好了，选对宿舍了，选对学校了。这是河北省沧州市师范学院的宿舍，一个房间要住8个人。视频配文说，难以想象这新生入学心理素质不好的都难以待住。这是陕西省西安欧亚学院宿舍，家长们给孩子铺床的场景。视频配文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酸。没开学之前有想过无数种的可能性，就是没有想过宿舍条件是这样的。20年前宿舍也不过如此。一名家长实拍广东茂名高州学生宿舍的场景，还配上文字说，在2025年了，真的感到震惊，想不到我们的小孩住得那么差。还有更夸张的，真不知道家长看到这样的宿舍会是怎样的心情。对此，有海外网友表示，为什么他们总是建设好上海、北京几个大城市，然后同东京、纽约相比较，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世界水平了？为什么他们不想做点实事，让这些小镇比较上海、北京都有点接近才安心呢？起码他们也是同宗同祖，让这些小镇乡民过一点稍微好的日子。有网友幽默地说，我给宿舍捐个门。也有人指出呢，钱都给非洲和俄爹了，只好再苦一苦百姓了。湖南的官员们只知道贪污，根本不管老百姓的困境。也有人扎心地指出，这是集中营吧？能安全毕业吗？
还有人表示，还有外国朋友想把孩子送去留学。看看这个视频，估计马上会改变主意了。其实呢，我们如果只是从宿舍的客观条件来评价一个学校的宿舍的居住环境如何呢，还只是停留在了吃饱饭的最基本的层面之上。但现在大学生显然更有自己的想法。我怀疑宿舍制度给大学生的精神造成了创伤。要是初高中和本科都住校，那就是10年没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一个18平米的房间，6个人住，宿舍里面哭、打电话、自言自语都会被人围观。拉个帘子不算隐私，只要有人在场，你的情绪就会暴露在外面。集体主义，但领导自己不住大通铺，经济条件好了，宿舍环境却跟不上国际标准，总拿国情和吃苦精神当借口。外国大学1人1间，国内连老师都挤办公室，学生就更惨。如果一个人24个小时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私密的空间，我认为他可能只是看起来正常，实际上已经崩溃了。而这也说出了很多大学生的心声。即虽然中共口口声声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提高，还有中国人过紧日子，要有所谓的吃苦精神，但那些大领导们和他们的子女睡的可不是大通铺，他们也体会不到普通学生们挤在狭小宿舍的苦，以及没有个人空间的感受。在这种住着并不算舒服的条件之下，如果学校再进一步剥夺学生的其他权利，就很容易激起学生的反感了。同样是2025年9月7号，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中等职业学校也发生了几千名学生集体抗议的事件。起因是学生们不满学校禁止使用手机，他们在晚上朝宿舍楼下扔燃烧的纸张和枕头、垃圾等东西。我天，这小老婆哎！少宇牛逼！妈的，就周瑜好火，我操！周瑜这么像个脸哦！捉起了！操，有国服周瑜和国服4块钱，我操！妈的，放火了！周瑜加4块钱。这是女生们在宿舍楼上大声呐喊的声音。有知情家长披露说呢，这次学校的手机禁令只是一个导火索，学生们是因为心中积压了很长时间的对学校的不满，比如像是食堂的伙食差、住宿条件不理想、老师授课很敷衍，所以学生们爆发了抗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2025年的9月7号当天，恰好是中元节的第2天，贵州毕节市威宁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们全体沸腾，把点燃的卫生纸扔到楼下，远远看去很像传说中的鬼火。而学生们呢，扔到楼下的白色纸团则很像是祭祀逝者的纸钱，这看起来似乎是在给中共烧纸钱，给刚刚结束的风光大阅兵中共送葬。与其说是巧合，倒不如说是天意昭昭的显现。因为9月7号深夜到8号的凌晨，夜空恰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血月奇景。唐代李淳风在《以四战》中记载，月变色为赤，是指血月反映在兵祸和旱灾上。看来呢，这对中共来说是大大的不祥之兆了。在中共国，大学宿舍条件恶劣早已不再是秘密了。有些学校为了挣钱，强迫学生吃食堂的饭菜，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比如食堂经营者可能是学校的关系户，所以呢，做出的饭菜不但不好吃，而且还存在安全问题。这不，开学才2天，2025年的8月31号，沈阳师范大学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食物中毒事件。众多学生和陪学生在食堂吃饭的家长们集体上吐下泻、发烧，医院诊所挤满了人。2087人中毒，这起发生在一个大学的集体中毒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而更诡异的是，学校在第一时间不是想尽办法尽快解决学生家长们的健康问题，而是首先要压制消息，并且呢还阻止学生发文，甚至以要处分来威胁那些在网上记录该事件的学生。更离谱的是，到了9月3号，
学校不仅不出面安抚学生与家长，还强行要求学生们集体观看中共的阅兵。直到9月7号，学校在封锁消息1周后才公布说，截至当天傍晚5点钟，累计共有2087人出现了肠胃炎的症状，有270人的症状仍未解，现在还有新增的病例，并声称起因是学校蓄水池被诺如病毒污染所致。但是呢，显然这个解释并不能服众。沈阳市大有学生指出，8月31号到学校食堂用餐，9月2号开始出现呕吐腹泻，检查发现他的白血球超出正常最高值的2倍，验血结果是细菌感染。而且呢，很多学生到医院看诊，显示并不是病毒感染，而是细菌感染，白细胞显著升高。中共官方的通报说，沈阳师大的学生感染的都是轻症，但很多被感染的学生在评论区回应说：“我现在还打着吊针呢，还说只有轻症。”又一位女生留言说：“反正我知道不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是传染的，家长从学校回去并没有传染给其他人。”有人指出，出事学校根本就不用自来水，其自备蓄水池的输水管在地下已经潜伏了多年，这绝非是简单的诺如病毒感染能完全解释的灾难，而是本可以避免的人祸。那么又有学生披露呢，学校的水有铁锈味和水垢，水色浑浊，如果是放长假回学校打开水龙头，都会出现黑色的杂质，或者是水发黄。有学生形容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有时黑的和石油差不多。这是学生发布的视频。耶，这是嘛呀？这是我们以前泡过的了。你看苏条干，你看，这是我们过滤出来的，这样我们的水就会干净一点。学校食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学生只好是点外卖，但有些学校对此持零容忍的态度。这是今年9月7号，有网友拍摄到石家庄城市建设学校的老师和保安联合丢学生们点的外卖的画面。2023年10月18号，浙江省温州市一名大学的校领导亲自上阵，把学生点的外卖都从围墙栏杆给扔了出去。对此，有知情商家说，这是因为学生点外卖影响了食堂的利益了，而这显然也不是个别的现象。2025年6月，湖南省张家界某大学职工把学生们点的外卖都给扔进了垃圾桶。事件曝光以后，学校回应称，登记后将由学校统一赔偿，还说这是职工的个人行为，已经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把你们的外卖都扔到垃圾桶了，兄弟们！有人把你们的外卖扔到垃圾桶了。这是中国某学校的真实的一幕。视频字幕显示，学生被强制要求吃食堂，外卖全被保安给扔掉了。学校为了赚钱，太嚣张了。这让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幕，就真实的发生在中国多地。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当下，在学历不断贬值的当下，依然有很多怀揣着美好梦想的学子，在经历寒窗苦读10几年后，终于如愿升入了大学。他们的父母也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但他们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孩子们或许还没有来得及一圆大学梦，首先就被大学的住宿环境给惊到了。吃住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家长把孩子放心的交给学校，但学生却在食堂吃不到放心的饭菜，出现食物中毒。即使那些稍微富裕的孩子自己掏钱点外卖，也被校方人员无情的丢掉。这背后自然涉及到学校和那些关系户们的利益。在中共治下，各级官员忙着贪污把子女送出国，享受国外优质的教育，而中国的学生们则在21世纪号称强国的今天，住在极其简陋的宿舍。不光是大学生要面对简陋的宿舍，这些正在长身体、处于青春期中的中学生们，也要硬着头皮住条件恶劣的寝室。
这就是中共嘴里祖国的花朵们居住的宿舍环境。视频字幕是震撼人心的一句话，这能打败全球 99.99% 的宿舍。江西省铁石口中学宿舍冲上了热搜榜，是因为一名学生家长送孩子上学，把学生宿舍的实拍视频发到了网上，吐槽说这样的宿舍条件已经20多年了都没有改变。每间宿舍住12个孩子，睡的是生锈的铁架床，床板破烂，房间铁窗锈迹斑斑，宿舍门也是破破烂烂的。江西比较炎热潮湿，但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有人说呢，这个中学的宿舍在30年前就是这样的。这妈妈发文说，我要曝光这铁石口中学的寝室，儿子上初中1年了，今天早上送儿子去学校，第一次去他住的寝室，才知道这寝室这么寒酸，这么烂。走廊脏兮兮的，尿骚味很重，铁床生锈，有的床板还是烂的，后门是烂的。儿子住4楼，楼顶没有风扇，前门后门都是树，睡觉肯定有蚊子。这样的环境比我20年前上初中时代还要寒酸。你不住我不住，肯定会有住校生，这校长都不重视这些学生的住宿吗？可怜造孽。这则视频上传到网上才5个小时，就1000万的播放量，但是很快就被删除了。该学生妈妈直播表示，学校领导、老师以及当地的一些部门已经把她手机给打爆了。更夸张的是，这妈妈正在上班，她老板竟然找她谈话，原来是上面领导拿到她老板的电话。在重重压力之下，这妈妈把该视频给删除了。有网友进行了灵魂发问，视频影响对学校不好，那对学生呢？有网友拍视频反映，河南周口市某高中开学时，学生宿舍还没有装修好，没有铺地板砖，也没有粉刷墙壁，看起来很像是毛坯房。但校方则十分硬气地回应家长，我感觉你家房子也没有我们学校好。这就是高中学生的宿舍，刺激吧？水有没有？电有没有？门窗有没有？空调有没有？就差来这地板砖没有贴。我跟你讲，正常住来，我感觉你家外房那北我们的条件家长会。学生住校都是要花钱的，但校方依然理直气壮地怒对家长。而且呢，即使是中国民众过着比西方民主社会百姓差的不知多少倍的生活，中共当局依然要求大家对他进行感恩。一名男子勇敢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专家又出来放屁了，说让我们感恩社会。哼，感什么？感谁的恩呢？那命是父母给的，钱是自己拼命赚的，学是自己花钱上的，病是自己倾家荡产看的，房子是东拼西凑买的，养老钱是自己挣的，教育、医疗、住房没有一样是免费的。对，我就想问问你，你让我感恩谁呢？这句话正好问问中共，你要让人民感恩谁呢？怎么也轮不到你中共头上呀。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